如果一定要我总结这3个月的经验，那我只能说一句话：千万别跟男人假成亲，尤其是这个男人，还是镇北王萧景恒。此刻，我站在京城南门，城门口人声鼎沸，商贩吆喝。我背着一个不算大的包袱，站得很直。3个月到了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结束的轻松。就在我抬脚准备离开时，身后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那声音来得太快太近，我还没来得及回头，一只手已经扣住我的后颈，力道不算粗鲁，却强硬的不容拒绝。下一瞬，我整个人被拉了回去，然后唇重重落下，是那种明显压抑了很久的吻。我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完了，这场假成亲是真的收不了场了。而这一切得从3个月前说起。3个月前，京城最热闹的消息只有一个：镇北王要退婚。我就是那个被退的。尚书府3小姐沈之意。消息传到府里时，我爹气得在书房里来回走了8趟，最后拍桌怒吼：欺人太甚！我一边嗑瓜子，一边点头附和：是挺欺负人的。我爹转头看我，气得胡子都在抖：你还有心情吃？我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：不然呢？哭给他看吗？他又看不见。我爹被我噎住。当日，我做了一个非常不循规蹈矩的决定，翻墙进王府。王府的墙比我想象中高，但还不至于难翻。我落地时声音不小，脚刚站稳，身后就传来一道冷淡的声音：沈小姐。我一回头，看见萧景恒站在廊下，悬衣冷脸，眉目如刀。那一刻，我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，不是他好冷，而是这张脸拿来退婚，真是浪费了。他开门见山，没有半句废话：本王今日要退婚。我点头：可以。他眉梢微微一动，显然没料到我这么干脆。我又补了一句：但我有条件。假成亲3个月。我说得很清楚，我爹要面子，我要清白，他要自由。3个月后，他以性情不合休妻，外头只会说是我不堪为配。他沉默了很久，那双眼睛像是在衡量这个麻烦值不值得留下。最后，他点头。3个月，我伸手成交。那一下击掌，我现在想想，像是提前给自己判了刑。成亲那天，王府热闹得不像话，红绸喜烛、宾客、贺词一样不缺。我全程笑得得体，内心却很冷静。反正3个月后就散。洞房夜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床占了。我睡里侧，我说的理直气壮。萧景恒看了我一眼，没反对，只是躺在外侧。一整夜，我们几乎没说话，但谁也没睡好。到了后半夜，我一个翻身，腿一伸，砰一声闷响，我瞬间清醒，看见堂堂镇北王坐在地上，脸色黑的像能直接把刺客吓退。我忍笑忍到肚子抽筋，硬是把脸埋进被子里。他站起来整理衣襟，冷冷丢下一句：你睡相很差。我在被子里点头如捣蒜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他每天睡前都会看我一眼，像是在判断今晚能不能安全下床。假成亲的第1个月，有一次我在集市被人群挤了一下，脚下一歪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后领已经被人拎住，力道熟的不能再熟。我回头看见他站在我身侧，脸色很不好看。你走慢点。不是关心语气，比较像命令。我故意顶嘴：你不是不喜欢人多吗？他看了我一眼：现在不喜欢你被踩。我愣了一下，想笑又忍住了。
第1个月结束时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萧景恒是真的嫌我吵，但如果哪天我突然安静了，他反而会多看我一眼。而我也慢慢发现，不管我跑多远，闹多凶，只要一回头，他一定在，像是在无声地告诉我一句：闹归闹，别走丢。第2个月，王府上下对我改了称呼，从沈小姐变成了王妃。我听着玩，但我很快发现一件事：王府开始变了。我在书房打瞌睡，没人敢赶。我把王府当成自己家，而萧景恒居然默许了。他开始管我，不准翻墙，不准晚归，不准跟某些人多说话。我问他：王爷，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？他头也不抬，只回了一句：吵。可当晚，我想偷跑去听说书，说书先生却被请进了王府。我坐在前排，忍不住回头看他，他站在阴影里，像只是顺手。可那一刻，我心里忽然有点乱。真正让我意识到事情不对，是在第2个月中旬。那天夜里，我睡不着，不是因为认床，而是因为王府太安静了。我披了外衣，循着灯火走到了书房，门半掩着，灯影低垂，他坐在案前，眉目比白日更深，正提笔写字，只是那一笔迟迟没有落下。对萧景恒来说，这个夜晚本不该有什么不同，可偏偏他一个字都写不进去。案上的纸已经换了3张，他很清楚原因，他还没睡。王府的夜向来静，可今晚静得过了头。他甚至不用回头，就知道他站在门口，脚步太轻，呼吸太慢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他原本打算装作不知道，可他还是走了进来。这个字写错了。他的声音落下时，他的指尖微微一紧。他抬头，距离忽然变得不太对，近到他能清楚看见他睫毛头下的影子，近到那股熟悉的气息，轻易地乱了他的呼吸。他心里闪过第1个念头，不该这样。第2个念头却更加危险。我想吻他，他站得太近了，近到他甚至来不及收回目光。他的视线没有再回到纸上，而是顺着他的轮廓落在他唇上。那一瞬间，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，他已经越界了。这是他第1次没有立刻把目光移开。那一下本不该发生，力道很轻，他的理智在提醒他停下，可身体却比理智更诚实。他靠近了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呼吸已经乱了。他甚至能感觉到，只要再往前1寸，所有的约定、克制、界限都会彻底失去意义。他看见他没有躲，这一点几乎要了他的命。那一刻，他是真的想低头，想得毫不遮掩。就在最后1寸，他猛地停住，像是被什么狠狠拉回理智，不是犹豫，而是警醒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一旦真的吻下去，他就再也没有资格说这是假的。他收回手，转身背对他。那一刻，他几乎不敢再看他一眼，声音哑得不像话：回去睡。那不是命令，更像是对自己下的最后一道禁令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快得几乎站不稳。过了很久，久到灯芯轻轻炸了一声，他才又补了一句：以后别晚上进书房。那语气不像命令，更像是在警告自己。我没有回话，慢慢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我忍不住回头，他还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手却紧紧攥着桌沿，指节泛白，像是刚刚用尽了全部力气，才没有追上来。真正让事情彻底失控，是在第2个月下旬。那天夜里，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我披着外衣
走到书房，门半掩着灯影低垂。我站在门口，没有立刻进去，而他却在我开口之前先停了笔。我过几日可能会先离府。这句话我原本打算说得很轻，可话一出口，连我自己都听见了那点刻意压住的情绪。他没有立刻回头，岸上的烛火却忽然晃了一下。对萧景恒来说，这句话来得太快。他明明知道3个月将近，却没料到他会先开口。那一瞬间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反应：不行。不是理智判断，而是身体先一步给出的答案。他终于转过身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深得吓人。去哪？不是询问，更像是在确认，他是不是已经决定好了。我想了想，还没想好。这一句没想好，却比任何去处都让他心口一沉。他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距离不近不远，却正好挡住了门，像是不经意，又像是根本没打算让我走。是王府待得不惯，语气压得很低。我摇头，不是，那是本王哪里亏待了你？我抬头看他，那一刻我忽然很想笑。王爷，你我当初说好的，假成亲3个月，谁都不该多问一句。这句话像是直接戳中了他的底线。他眉眼一沉，终于不再装冷静。当初说好的是假，他说，可你现在要走，本王却不想当没发生过。我怔住，他伸手扣住我的手腕，力道不算重，却不容挣脱。你以为这2个月，本王是在陪你演戏？声音低哑，像是在忍，又像是已经忍够了。我下意识想抽回手，他却顺势把我拉近，动作太快，近到我来不及反应。沈之意，他第一次这样直呼我的名字。你现在走，本王不许。这句话本该是命令，可语气里却明显多了一点慌。我心口一紧，王爷，你这是……我知道，他打断我，语气低下来，却更危险。你想说这不合约定？他顿了顿，目光牢牢锁住我。可本王现在不想守那个约定了。空气忽然变得很静，静到我能听见他压得很重的呼吸。留下，这一次不是命令，更像是哄。可下一句话却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性。或者，本王现在就当这场戏是真的。他说得很慢，一字一句。从今往后，你是本王的妻。我没说话，他却已经替我做了决定，伸手把我抱进怀里，力道很紧，像是怕我再后退一步。这是他在知道我真的要走之后，第一次不肯放手。成了真夫妻之后，我们谁都没有把心意说清楚，没有承诺，没有确认，只有一个约定被撕碎之后留下来的沉默。某个傍晚，我随口说了一句，等过阵子，我想出去走走。话说得很轻，可空气却在那一瞬间变了。萧景恒几乎是立刻抬头看我，那一眼太快，快得不像他，像是生怕慢一瞬我就已经走远了。什么时候？声音压得很低。我想了想，还没定。这句没定并没有让他松一口气，反而让他整个人绷得更紧。那天夜里，他回来得很早，门关上的声音比平时重了一点。我刚转身就被人扣住了手腕，力道很重，不是试探，是不肯放。你要走？他问，语气低哑，却明显乱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已经低下头，那个吻来得又急又狠，没有铺垫，像是所有理智在一瞬间崩断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不能让他走。他一手扣着我的后颈，
另一只手揽住我的腰，力道带着明显的霸道，不是索取，是确认。我下意识想退，却被他更用力地拉回怀里，呼吸乱得不像话，唇贴上来的时候，甚至带着一点急促的碰撞，像是怕慢一点，我就会消失。你别走，这句话是贴着我唇说的，声音低得几乎发颤。我心口一紧，你这样是不是？话没说完，他已经再次低，这一次的吻比刚才更深更急，像是不允许我把那句话说出口。他在我唇边停了一瞬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呼吸又重又乱。我不知道怎么留你，他说。第一次这样直接。下一瞬，他抱起我，动作很稳，却没有一点犹豫。门被关上，灯火晃了一下，然后彻底暗了。那一夜，他没有再给我推开的机会，不是粗暴，却极其坚定，像是在用所有行动告诉我，你已经是我的妻，不是演的，不是暂时。天亮时，我醒在他怀里，窗外天光微白，他的手还扣在我腰间，睡得很浅，像是只要我一动，他就会立刻醒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他不是不懂爱，他只是太怕失去，所以只能用最直接也最笨的方式把我留下。而我也是在那一夜之后才发现，我想走的心早就不再那么坚定了。那天早上我走得很早，天还没亮，王府静得不像话。我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只带了来时那个小包，不多不少，刚好能让我记住，我不是一开始就属于这里的。成了真夫妻之后，我反而更清楚一件事，他没有说爱，一次都没有，而我也不想再等一句可能永远说不出口的话。城门外的风很大，我站在人群里，忽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不是因为不痛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做了选择。马蹄声是在我快要踏出城门的那一刻响起的，很急，我几乎是本能的回头。他翻身下马，披风被风扯得猎猎作响，脸色比平时冷，呼吸却乱，显然是一路追来，没有停过。你要去哪？这一次他没有站得很稳，不是王爷的姿态，只是个来得太慢的男人。我看着他，没有逃也没有躲。离开京城，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到连我自己都惊讶。他怔了一下，像是这句话比任何时候都重。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昨晚。他喉结动了一下，那一瞬间他终于明白，不是威胁，不是试探，是他真的要走。回来，他伸手，却又在半空停住，像是忽然想起自己没有资格命令。我看着他那个动作，忽然笑了。王爷，你追来是因为不甘心，还是因为真的想留我？这一次我没有给他退路。风声很大，人声很杂，可他像是什么都听不见了。他站在那里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会再次沉默，然后他忽然向前一步，单膝落地，就在城门外。那一刻，周围一片哗然，可他没有回头，没有在意，只是抬头看我。我不知道怎么说爱。他声音很低，却很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留你，才不算强迫。他顿了一下，像是在逼自己继续。但如果你今天走了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这是他第一次，没有用身份，没有用命令，只是把自己放在了他面前。我呼吸一滞，那你要我留下，是因为我是你的妻，还是因为你怕失去我？他几乎是立刻回答，没有犹豫后者。这两个字
像是把他最后的防线拆得干干净净。他站起身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。我追你，是因为没有你的地方，我不想回去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有些人说不出爱，但他们会追，会慌，会在你真的要走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要了。我伸手抱住了他，风声还在，城门依旧喧闹，可他抱得很紧，像是终于追上了这场迟到的心意。而我也终于停下脚步，不是因为他追得够远，而是因为这一次他没有再让我一个人走。各位茶客，欢迎在讨论区留言，讨论剧情。